大家好，今天我们将谈论一个震惊了金融和科技界的大新闻：硅谷银行的倒闭。硅谷银行，或者说 SVB， 是一家专门为初创企业和创新公司提供融资的贷款机构。它拥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国第16大银行。它也是许多风险投资家和科技创业者的重要合作伙伴，他们依赖于它的服务和专业知识。但在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一切都改变了。加州银行监管机构关闭了 SVB， 并接管了它的存款一二，指出该银行因不良贷款和流动性问题而遭受巨大损失。这是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并且对初创社区和全球银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一二。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突然崩溃呢？ SVB 是如何从一个创新力量变成一堆废墟呢？这对未来的银行、科技和创业有什么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带你回顾一下导致 SVB 失败的事件时间线。我们还将听取一些专家和内部人士的见解和意见，他们将分享他们对错误原因和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的看法。SVB 崩溃的故事从其债券组合开始。SVB 曾大量投资于初创企业和创新公司发行的债券，希望从其增长潜力中获得高额回报。然而，这些债券的风险也很大，对利率波动很敏感。当美联储宣布在2022年底和2023年初进行一系列加息时， SVB 的债券组合价值急剧下降，这在 SVB 的储户和债权人中引发了一波恐慌，他们担心银行将无法履行其义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 SVB 提款或要求提前偿还贷款， SVB 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他试图折价出售一些债券以筹集现金，但这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损失。无奈之下， SVB 向高盛寻求帮助。这个华尔街巨头同意向 SVB 提供100亿美元的生命线，以换取一些抵押品和股权。然而，这一交易并不足以平息市场或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上午，加州银行当局宣布，他们已经夺取了 SVB 的控制权，并任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个为其接管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表示，它将保护所有的保险存款，每个账户持有人最高可获得25万美元的保护，但警告说，一些没有保险的存款和债权人可能面临损失。这标志着 SVB 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复杂的清算和解决过程的开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表示，它将与其他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合作，为 SVB 的资产和负债寻找买家，同时还将调查其失败的原因和后果。SVB 的倒闭引发了许多关于银行系统健康和稳定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迎合初创企业和创新公司的银行系统。它还暴露了这些公司在筹集资金和管理风险方面所面临的一些脆弱性和挑战。我们会通过一些问题继续阐述硅谷银行倒闭的原因和后果。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SVB 是如何从全国最成功和最受尊敬的银行之一变成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的？有几个因素导致了它的衰落。一个是它过度暴露在对利率变化高度敏感的高风险债券上，另一个因素是它缺乏多样化，依赖几个受大流行病和经济放缓打击的行业。最后，他的客户和投资者失去了信心和信任，导致了银行的挤兑。如何评价 SVB 的倒闭对科技行业和创业者生态系统的影响？我认为可以这样说，这对许多依靠 SVB 满足其银行需求的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SVB 不仅仅是一个贷款人，它还提供诸如工资、资金管理、外汇、风险债务、股权投资等服务。它与许多风险投资公司、天使投资人、孵化器、加速器等有着深厚的关系。它还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和活动。现在会发生什么？这些公司的选择是什么？其中一些公司可能会从其他机构或平台找到替代的资金来源或银行服务，但其他公司可能在获取资金或管理现金流方面面临困难或延误。有些人甚至可能不得不关闭或缩减其业务。那么对创新和创业的更广泛影响呢？这是否会对新的企业产生寒蝉效应或扰乱现有企业？我认为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一方面，这可以被看作是对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警醒，
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务决策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为新的参与者或模式在这一领域的出现或发展创造机会。5.1，例如，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为银行或贷款提供替代解决方案或平台，或者我们可能会看到现有参与者之间进行更多的合作或整合，以填补 SVB 留下的空白。